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金惠南所著的《如果人生重来一次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人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改变；第二，帕金森病教会了我什么；第三，明明可以更幸福，却给自己设置了障碍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人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改变。2001年，作者42岁时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病，这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，症状包括四肢颤抖、肌肉僵硬和行动困难。随着病情的加重，行走、说话、写字，甚至控制面部表情都变得极其困难。有人形容帕金森病的感受，就像被一根紧绷的绳索束缚着，却还得勉强自己移动。在病情恶化时，患者还可能会出现抑郁、认知障碍，甚至幻觉和妄想等症状。作为一名医生，作者深知帕金森病的可怕之处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这种疾病目前尚无治愈方法，药物只能暂时缓解症状，并延缓病情发展。在通常情况下，患者在发病后的15到17年内，病情会迅速恶化，最终因衰弱或并发症去世。在得知这个诊断的那一刻，作者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。他从未想过自己会面对这样的人生，尤其当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活到60岁时，内心的痛苦更加难以承受。渐渐的，他什么都不愿做，每天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发呆。这种日子持续了1个月。某一天，作者忽然意识到，如果继续这样沉沦下去，生活将永远不会改变。尽管疾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，但人生并未结束。他明白，不能让自己继续在痛苦中虚度光阴，这样就太不值得了。幸运的是，作者的病情还处于早期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。于是他鼓起勇气，重新振作起来，回到了工作岗位，继续接诊患者，举办医学讲座，并承担起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。令他意外的是，医生原本预估药物的效果只能维持3年，然而他竟然坚持了整整12年，直到2013年才更换新的药物。在这12年里，他不仅继续工作，还出版了5本书。更幸运的是，他的认知功能保持完好，抑郁症状也极为轻微。如果12年前，作者选择继续沉沦，躺在床上自怨自艾，现在的他很可能已全身僵硬，行动不便，认知功能衰退，甚至被抑郁症彻底击垮，生活也会被绝望完全吞噬。在生活中，总会有无法预见的打击，但关键在于，当不幸降临时，我们如何面对并度过余下的时光。这一切取决于我们的心态。正如作者在过去12年中所经历的那样，心态的转变不仅挽救了他的生活，还让他领悟了生命的真谛。第二部分，帕金森病教会了我什么？自从被诊断为帕金森病，至今已有22年。作者将帕金森病比作一个不速之客，毫无预兆地闯入他的生活，并厚颜无耻地在他的客厅里安然自居，没有丝毫离开的打算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个客人还要求他细心照料，按时提供3餐，若稍有疏忽，他就会大发脾气，搞得作者的生活一团糟。与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相处，让人感到疲惫不堪，心烦意乱。然而，即使这般麻烦，帕金森病也教会了他一些宝贵的道理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是，与其勉强改正自己的缺点，不如集中精力提升优点。对于帕金森病患者来说，想要恢复身体的某些功能，常常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精力。然而，作者的身体状况就像负重前行的蜗牛一样，越是勉强它，效果就越差。最早出现问题的是他的右腿，逐渐变得无力，甚至开始拖着走。尽管他反复努力想让右腿恢复正常运作，但他似乎总是不听使唤。后来他尝试用左腿发力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右腿竟然也随之动了起来。
在这一刻，作者领悟到，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去纠正薄弱的一方，不如强化强势的一方，从而带动整体的进步。换句话说，纠正短处有时可能效率低下，耗费心力，不如专注于发挥长处，最终可以自然地弥补不足。这种方法不仅节省了时间，也减轻了心理压力，使他的心态更加平和稳定。第二个道理是，发现身边简单的美好。在大学3年级的秋天，作者曾在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，突然发现街道旁的树木已经变得光秃秃，而不久前它们还枝繁叶茂。这些变化悄然发生在他忙于学业的时光里，他从未停下来留意过身边的细节和季节的更替。然而，患上帕金森病后，由于行动变得缓慢，作者开始观察到许多曾被忽略的美。那些漫长的病床夜晚过后，当他仰望黎明的天空时，才第一次意识到清晨的天色竟然如此宁静而美丽。他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，夜晚路灯照射下的道路温暖而安详，清晨阳光照射在窗外时的金色光辉是多么迷人。作者坦言，如果不是帕金森病，他或许永远不会察觉到这些细微的美丽。如今，他学会了珍惜这些简单的美好，落日的余晖、亲人的关怀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奇妙瞬间，都显得格外珍贵。第三个道理是，痛苦终将过去。帕金森病带来的痛苦经常让作者无法行走，有时甚至连爬行都成了奢望。疼痛使他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忍受。那种难以言喻的痛苦，甚至一度让他萌生了死了反而轻松的想法。尽管如此，作者从未真的打算结束生命，因为他明白，即使再痛苦，终究会迎来片刻的缓解。在每次痛苦暂时退去的时刻，他总会抓紧时间多做一些事情，比如吃饭、运动、散步、购物或与朋友交谈。正是这些短暂的幸福时刻，让他相信痛苦终会过去，身体机能也会逐渐恢复。每当设想着恢复后的日常，他就会有力量继续坚持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个阶段经历痛苦，但只要坚信黑暗终将过去，光明总会到来，心态也会随之改变。如果您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，请记住，寒冬终会过去，春天一定会来临。接下来是第三部分，明明可以更幸福，却给自己设置了障碍。当作者65岁时，他清楚地意识到，未来的日子将比过去的岁月少得多。尽管他还有许多未完成的事情和梦想，但他明白时间在悄悄流逝。他唯一的遗憾是，他的人生一直像是在完成一份永无止境的作业。作为医生、母亲、妻子、媳妇和女儿，作者始终感受到沉重的责任和义务。他拼命扮演着每一个角色，曾坚信如果没有他，家庭的日常运转将无法维持。因此，他只能拼尽全力，争分夺秒地向前奔跑。然而，这种拼搏让他错失了许多本该享受的生活乐趣。在育儿时，作者并没有真正享受其中的美好，而是经常苛责自己，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，感觉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母亲。在工作中，他也未曾体会到成就感或幸福，而是总是担心自己落后于他人，像在赛跑中拼命赶路。回想起来，如果当时能稍微停下脚步，享受一下生活，也许他能更好地安排时间，分清楚哪些事情值得做，哪些可以放手。他本可以寻求家人的帮助，或者在回家后先抱抱孩子，而不是立刻忙于家务。在上班的路上，他也可以抬头看看天空，带着放松的心情迎接患者。不幸的是，这些他都没有做到。更令人惋惜的是，尽管他放弃了享受生活的机会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回报。有的人问他：“你从中获得了什么呢？”他却无从回答。真正的幸福，其实是在他放手之后才到来的。当他不再追求完美，放下对自己的过高期待以及那些应该如此的执念时，
他终于开始看清了真实的自己和世界，掌握了自己的人生，朝着真正的幸福迈进，放下过度的理想，让他学会了宽容自己和他人，懂得了关怀与爱。或许，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，就是在这种宽容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幸福，理解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物。我们在生命的旅程中，一直在学习和成长，直到生命的尽头，这条路才算走完。这种成长的过程，就是不断探索生活中的重要事物，寻找真正的幸福。因此，每一天，作者都在一点点学习，不再纠结于过去，乐于接受新事物，珍惜并感恩身边的人，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小小的幸福。他认为，只要我们在不断学习，就不会感到空虚。他希望自己能够平静地面对死亡。如果没有患上帕金森病，他可能不会如此深刻地反思人生，也不会如此感激周围的人，尤其是他的女儿，让他成为了2个孙子的祖母。这让他感受到生命的延续与传承带来的奇迹，看到他真实的价值观在后代中得以传承。作者下定决心，不再浪费每一天的时间，而是带着深深的感恩去生活。他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有人能够握住他的手，安抚他，分担他的恐惧。那时，他会安心地将生命的接力棒交给他们。死亡并不可怕，它不是一切的结束，而是生命的一部分。即使他的生命停止，时间依然会继续。如果能以这样的态度看待死亡，它不过是人生旅程中的最后一站。作者希望自己能以这样的心境迎接死亡，这就是他最后的愿望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